1927年，吉姆·艾略特出生在美国奥勒冈州。他的父亲是一个农夫出身的传道人，他的家门永远是开着的，为宣教士，为陌生人，为任何带着使命而来的人。吉姆从小就看见有人离开熟悉的地方，去往没有人听过福音的角落，那个画面在他心里扎了根。1945年，吉姆进入了惠敦大学就读，在那里他遇见了贝蒂，也在日记里写下了一句话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at which he cannot lose. 没有人知道这句话后来会成为预言。1950年的夏天，吉姆参加了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的暑期语文学校。就在那里，他第一次听到了这个名字——奥卡人。在厄瓜多尔东部丛林深处，一个与世隔绝的部落，他们从不信任外人，任何踏入他们领地的人都会死在长矛之下。上帝将同一个负担放在不同人的心上。圣奈特是一名飞行员，在丛林地形飞行是他的专长，也是他的热情。皮特·弗莱明是吉姆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1956年，他们一同踏上厄瓜多尔的土地。艾迪·麦克利也是惠敦大学的学生，曾赢得全国演讲比赛金牌，健壮，能言善道，充满热情。罗杰·优德利安是二战退伍军人，之后转往厄瓜多尔，向印第安人传福音。5个人，5个不同的背景，却有着同一个方向。他们把这个计划命名为奥卡行动。1955年10月，奥卡行动正式展开。他们没有贸然进入，而是选择先从空中和奥卡人互动。每一次飞越，他们就从飞机上放下一个篮子，里面装着铝壶、盐包、小刀、食物，用礼物向奥卡人释出善意。这样的飞行持续了3个月。有一天，他们拉起藤篮，发现里面放着一只鹦鹉，五彩缤纷的，安静坐在篮子里。他们对望，他们明白是时候了。1956年1月3日，5人在古拉利河畔的沙地降落。他们花了一整天，在树上搭好一间树屋。4日、5日2天都平静无事。宣教士们在沙滩上搭棚、游泳、钓鱼、阅读、谈天，就像是在度假。1月6日将近中午，对岸的树丛里走出了3个人，一对年轻男女和一个中年妇女。吉姆涉水过去，伸出手把他们带到这边来。奥卡人看起来很高兴。那个男人对飞机很感兴趣，奈特带他飞了一圈。飞越部落上空时，他倚着窗，兴奋地向地面上的人大声呼喊。宣教士们叫他乔治。隔一天，1月7日，沙滩一片寂静。他们以为会有更多的奥卡人前来，结果却没有任何人出现。
1月8日，星期日，奈特飞越部落上空，往下看，只有女人和孩子。再往前飞，他看见一群男人正朝着沙滩的方向走来。中午12点半，奈特和妻子马奇通话，他说，大约有10个男人由住宅区那边朝我们走来，可能下午就会到达，为我们祷告吧，我下午4点半再和你联络。然而，这通4点半的通话之约却永远无法实现了。当奥卡人逼近，吉姆鸣枪试图吓走他们，到最后一刻，他们都守了彼此的约定，没有朝任何人开枪，因为他们说，我们不能对奥卡人开枪，他们还不认识主，还没准备好面对永恒，所以他们死不起，但我们可以。几天后，搜救队在下游河边找到了他们。南特的手表后来被寻获，指针停在3点12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这5位白人宣教士的生命也葬送在奥卡人的长矛之下。5位宣教士，平均年龄30岁，留下5个寡妇，9个失去父亲的孩子，其中1个还没有出生。事件发生后2年，1958年10月，圣拉杰和吉姆的妻子贝蒂，带着贝蒂年幼的女儿瓦莱丽，在几位奥卡人的陪伴下，走进了那片丛林。贝蒂和女儿在那里住了将近2年才离开。贝蒂为当地人提供实质的医疗帮助，替病人打针、治疗寄生虫。他教导奥卡人不要将房子盖在河上，并且禁止在河里大小便，改变了整个部落的卫生习惯。贝蒂以寡妇的身份带着爱进入部落，实际化解了奥卡人对外族人的恐惧与防备。圣拉杰留了下来，他在奥卡人中间生活，独自承担起当地的服事，一住就是30多年。每一天，他努力学习奥卡语，并致力为奥卡人创造文字，以便将圣经翻译成奥卡文，直到1994年在那里去世。事发9年后，奈特的儿子史提夫在古拉利河受洗。那条河曾经带走了他父亲的生命，而为他主持洗礼的就是当年手持长矛的奥卡人之一基莫长老。史提夫长大后追随了父亲的脚步，成为一名飞行宣教士，多次重返厄瓜多尔帮助部落。多年以后，奈特的儿子史提夫终于从奥卡人口中得知了那天的真相。那个他们叫做乔治的男人，真名叫做南基威。在宣教士抵达的前几天，他诱骗了身旁那位年轻的女孩。事情即将败露，他需要一个理由，一个转移所有人注意力的理由。于是他告诉部落里的人，沙滩上的白人要来进攻奥卡族，必须先杀掉他们。就这样，一个谎言带走了5条生命。那个曾经停留在石器时代的部落，那个对于外族人充满杀戮与封闭的民族，逐步走向了现代化。在他们中间建立起了教会，许多人信了耶稣。当年参与杀害5位宣教士的基莫和刘威，更成为了教会长老。那片丛林没有因为5个人的死而更加封闭，它开放了。吉姆曾在日记里写下的那句话，当时他还在读大学，还没有去过厄瓜多尔，还不知道自己会在29岁死在一条河边，但他的心已经为此预备。
Christ my hope is found alone. My light, my strength, my cornerstone. Through every storm, through darkest night, His word remains my guiding light. No fear of death, no weight of sin can hold me captive deep within. For by His grace I stand redeemed, a child of God forever.